重生到末日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后山徒手抓了一条黑曼巴蛇，并丧心病狂地将之活生生吞下。因为在不久后神秘极光降临天地异变，届时全球70%生物都将会畸变成各种各样的吃人怪物，而那条黑曼巴蛇在畸变后则变成了极其恐怖的黑龙。但一部分没有畸变之人却惊骇发现身上竟莫名出现了超武印记，只要触发便可召唤出强横无比的铠甲附体。而我上一世并未觉醒出超武力量，最终在末日底层苦苦挣扎8年后，还是被一头畸变怪物活生生咬下了脑袋。如今重生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想办法让自身拥有超武力量。此刻在教室3排靠窗的位置，我满头大汗，惊疑不定地环顾着四周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随即立马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看，我居然从那个人间地狱的末世重生回到大学时期。全球畸变3个小时前，我双目露出不可置信之色，随后闪烁出兴奋的光芒。畸变还未爆发，现在是下午2点出头，我还有3个小时做准备。念及此，我起身道：“老师，我上个厕所。”言罢，也不管老师答应与否，起身快步走出教室，直奔学校后山而去。还有3个小时，也不知道时间够不够用。依稀记得下午5点整，当如银河般的极光扫过地球，全球所有的动植物，包括人类，差不多有6、7成畸变成各种各样的恐怖怪物。短短的几个小时，人类历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秩序轰然崩塌。而我在那个地狱般的末世中，为了活下去，生吞过下水道中的老鼠，也尝试过吞噬畸变的怪物，但实在难以下咽。念及至此，我目光阴冷，奔跑的速度加快。20分钟后，终于到了学校的后山。依稀记得全球畸变开始后，学校的后山诞生出了一条黑龙。这条黑龙恐怖无比，在上一世几乎横扫人类的超武战士，而我深知自己是觉醒不出超武力量，无奈只能另辟蹊径。我想要提前找到畸变成黑龙的某种生物，能化龙必然是蛇，但偌大的后山怎么才能寻到？我满头大汗的在后山丛林中奔跑巡视着，或许是上天的眷顾。2个小时后，我在前方的灌木丛中看到了一条浑身漆黑的黑蛇，正盘在树荫下小憩。这是黑曼巴。对蛇类有所研究的我，见到此蛇的第一眼便认了出来，随即我又头疼该怎么抓，若稍有不慎被它咬一口，不用等到畸变来临，就会提前升天了。我没有打草惊蛇，靠在一棵大树后皱眉思索起来，也不能弄死，因为我要在极光横扫全球的前一刻将之活吞下去。当然活吞之前得先把它弄晕，这样才有可能在极光照样来时得到这条黑曼巴的基因，与它一同畸变进化。无法觉醒超物，我只能拼死一试。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即使成不了，也不过一死而已。畸变末世不能觉醒超武者，比畜生还畜生，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还好这条黑曼巴只是幼体，好吞一点。就在我一阵头大如何捕蛇时，忽然一道喵叫从不远处传来。我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颇为壮硕的狸花猫似乎发现了那条黑曼巴，顿时猫眼一亮，贼兮兮地摸了过去。两者距离不到30公分时，黑曼巴忽然整个跳起，速度变态地撕咬向狸花猫。可狸花猫反应更快，后退闪开的同时，一猫爪把它拍飞出去。一猫一蛇就这样缠斗在一起。片刻后，晕乎乎的黑曼巴想跑，但狸花猫怎会放走这样一根美味的辣条？上去又是几个猫爪，真是天助我也！暗中的我看着被虐到体无完肤的黑曼巴，准备等它彻底没有还手之力再出来赶跑狸花猫。没多久，黑曼巴便被虐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微微抽搐着。就当狸花猫昂首挺胸上去想要大快朵颐时，忽然冲出大吼一声，狸花猫被吓得一个机灵，嗖的一声窜到数米开外，然后转身盯着我。我没有理会它，慢慢的走向那条身体无力摆动、乌黑双眼充满不甘的黑曼巴。我很谨慎，捡起一根木枝隔着半米拨了拨，发现它是真的没了一点力气，这才放心伸手上去捏住它。抓起黑曼巴我还不放心，再度弹了弹它的脑袋，让它再虚弱几分。随后掏出手机看时间，16点59分，还好赶上了。我大松一口气，看着手中晕乎乎的黑曼巴，就像是看着美好的未来。而那只狸花猫在远处还没走，恨恨地盯着我。但我知道就算我不来，它也绝对吃不到，因为20秒后极光就要到来。我心跳加快，我要在最后20秒左右吞掉手中1尺多长的黑曼巴。看时间来到59分40秒，我再弹了几下黑曼大脑袋，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天空颜色开始变亮。我知道极光已经降临大气层，当下毫不犹豫张开大口吞蛇。对于前世生吃过老鼠的我而言，现在活吞这条蛇，除去只是很想呕吐与一些不适外，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随着将之吞入腹中，我能清晰感应到黑曼巴开始疯狂的挣扎，在我肠胃里不断搅动着。我强忍这种不适，一口又一口将之吞下，直至整条吞下，都还能感受到黑曼巴在我的胃里垂死挣扎。但也这个时候，绚烂而刺目的激光悄无声息地横扫而过。同样在这一刹，我体内轰的一声，还在挣扎中的黑曼巴像是化作了一条火蛇般燃烧起来。这种难以承受的灼烧感疼得我发出一声惨叫，同时自己的基因也在这一刻疯狂的突变。持续几秒后，我双目充血，猛地仰天发出一道长啸。此刻的我浑身冒出一片又一片黑色的龙鳞，满头黑发在这一瞬肉眼可见的化白。我翻滚在地，浑身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让我几乎晕厥，体内的血液像是被点燃，骨头似乎在一根根裂开又愈合。我能感受到整条黑曼巴正在与我融合。不知过去多久，我背后顿时长出2条黑龙，一时间鲜血迸溅，但伤口又很快愈合。我的头上也长出龙角，浑身的黑色龙鳞在这一刻陆续融入我的皮肤血肉之中，留下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黑色龙纹，满口牙齿也变得非常锋利。数秒后，我胸膛上逐渐浮现出一道黑龙纹身，栩栩如生。感受到体内爆炸性的力量与脑海中一股又一股传承记忆，我仰天发出一声咆哮，成功了！此刻的我白发如洗，双瞳变成血色，眉心处多出一道黑龙纹，2颗龙牙在我的控制下变回了普通的牙齿。主人，突然脑海中传出一道略微稚嫩的声音，我闻声微微一愣，主人，我就是你吞噬的黑曼巴。稚嫩的声音满
满是复杂，你居然是重生者！你记忆中的前世太疯狂了，原来我那么厉害，难怪你会铤而走险来吞噬我。顿时扑哧两声，我背后的双龙长了出来，狰狞的龙头延伸至我身前。我闻言有些惊讶，你能看我的记忆？主人，我们现在是一体，不分彼此，但身体的控制权是你。实在抱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没关系的，现在的我们定能比前世更为强大。黑曼巴的声音很稚嫩，看完我前世的记忆后，知道我过得有多苦，并没有怪我吞噬了他，但这只是其一，更多的则是他本来就是幼年期，在融合的过程中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引导，把我当做了父亲。好，以后你就叫小妖，这一世的霸主非我们莫属。我摸了摸小妖的龙头，很是欣慰。而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咆哮，我抬头看去，只见早先狂虐黑曼巴的狸花猫，现在已经激变成一头长着翅膀、3个脑袋、浑身毛发有如钢针一般的狰狞怪物。主人，弄死他！小妖一声咆哮，恨恨地盯着那头猫怪，但猫怪此刻却是先一步朝我扑杀而来。找死！我目中闪过一抹阴狠，轰的一声踏爆脚下土地，双手化作坚不可摧的锋利龙爪，眨眼出现在猫怪近前，一个照面活生生将之撕成2半。太强了！我收起龙爪，小妖吃了它。不用我说，小妖主导的双龙已经出现在猫怪尸体前，大口朵颐起来。随着小妖吞噬血肉，我能清晰感受到体内一股股热流升腾，龙细胞前所未有的活跃。果然，我无法吐纳阳光修炼，必须吞噬强大的血肉。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我暗暗想到，超武者觉醒后便可吸纳恒星之光修炼。我并不属于超武战士，所以我没有觉得现在的阳光与之前有何不同。不多时，小妖吃完。主人，我们去杀人。前世学校里不是有一个把你当畜生的蚂蚱，我们现在就去杀了他。正有此意，你先回到我体内。我露出一抹阴狠笑意。前世阴茎是果，我要把他大卸8块。小妖回到我体内后，我飞快的下山。我要杀的人乃是一位千亿集团掌舵人之子，爷爷更是某军区大佬。神秘极光虽然横扫过了全球，但在3个小时内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畸变，因此现在的地球还算平静。现今傍晚17点25分，我赤着上身走出学校后山。8月天的太阳依旧散发着热烈的光芒。我回学校的路上可以听到途中许许多多的人在议论着刚才一瞬间从眼前横扫而过的极光。最后2-3个小时的平静了，好好珍惜吧。我心中冷冷一笑，来到校门口时，因为已经下课，出入的学生非常之多，男男女女3两成群。我没有进学校，而是在外面等着，等林淑云出来。据我所知，林淑云5点半左右会带着一批富二代出去吃饭。现在5点27分，随着我等在学校大门，因满头白发赤露上身，胸膛还刻着黑龙纹身，立刻就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一道道古怪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其中有男有女，然后是各种窃窃私语。看吧看吧，几个小时后有你们哭的。主人，我能感应到这些学生体内的基因都在开始变化了。小妖的声音这时响起，我点头道：正常，等1个多小时后会陆续的有人、动物、植物等完全畸变，然后越来越多。届时国将不国，全球70%生灵畸变，根本就是随机。到时候军区也会自顾不暇，连夏国国主都畸变了。不多时，我终于看到此次猎杀的目标了。那是一位没有穿校服，而是一身白色西装的男子，身边簇拥着数位纨绔富二代，有说有笑的从学校里走出。林淑云见到这个人，我便不由得想起前世，他们这些富二代为了逃命，将自己赶出去吸引怪物，让我丢掉3根手指，险些横死的一幕。我脸上露出一抹残忍，快步的迎着他们走去。你是谁？好狗不挡道。一位纨绔富二代见我走过来，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冷冷的呵斥道：非主流。林淑云看了一眼我，呵呵的讥讽道：滚一边去。我没有说话，一步来到他面前，在后者一愣之下，左手捏住他脖子，右手则扑哧一声卸下他整条嘴臂，伴随着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响起，滚烫的鲜血溅满一地。林淑云身后的3个富二代纨绔见此一幕，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噔噔往后退去。身为富二代的他们何曾见过这等血腥场面，腿都吓软了。救我，快叫救护车呀！林淑云脸色惨白，本能的大吼一声，然后昏死过去。正在出校吃饭的学生们见此一幕，尤其是女生，都被吓得发出尖锐的叫声。我全然无视，噗一声卸下林淑云另一只手臂，刺骨的疼痛把她从昏死中惊醒。你是谁？我们有什么仇怨？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爷爷是谁？你敢如此对我？绝望、惶恐、无助，大脑还没能反应过来的林淑云双目充血，声嘶力竭的惨叫道：快上去阻止这个狂徒啊！你们这些男生怎么还在愣愣的看着？不少女生尖叫着让在场的男生上去阻拦。你们怎么不去？能单手硬生生卸下一个人胳膊的存在，一巴掌就能呼死你们这些圣母碧池。立刻就有男生怒斥反驳，不仅没有上去帮忙，反而退得更远。我无视周边一道道惊恐的目光和尖叫，随手将林淑云丢地上，冷冷说道：不管你是谁，今日必废你4肢。说罢，我一脚踩碎正在杀猪般惨叫的林淑云一只膝盖。住手！就在我要把林淑云另一只膝盖也踩碎时，学校的2个保安终于赶来，大惊失色，持着电棍就要上去放倒这个狂徒，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吗？我一身恐怖的戾气爆发，阴冷的目光猛地盯向2个保安，2位保安被这一个眼神吓得浑身冰冷，冲过去的脚步硬生生停下。就在他们停顿的这一瞬，我抬脚踩落，林淑云沙哑的惨叫一声，接着2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真爽！这种亲手虐杀仇人的快感，让我露出一抹变态的笑容。没能觉醒超物，就可以在畸变末世中活8年之久。我的狠辣阴暗面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我的变态瞧得四周围观的学生们打冷战。拿下他！一个保安狠狠一咬牙，挥舞着电棍冲上去。你反正就要死了，早死2个小时也是死。我脸上闪过一抹狠厉，一手抓住通了电的电根，然后一拳轰在他胸膛上，整个都凹陷下去，甚至于背后的衣服都裂开，如同断线风筝飞出10多米，倒地气绝身亡。我现在不杀这个保
保安，2个小时后他也会变成一个怪物，这也算是变相的解决一个怪物，但这也是漠视人性道德，在食物面前分文不值，杀人了！围观的学生见到这一幕，都惊恐的不断往后退去，有人拨打执法局的电话，有人拨打救护车的电话，我却无视这些人，一脚踩碎林淑云的脖子，都散了吧！你们在场中人，只有个别能在1个多小时后活下来，没必要为这种事情操心，亲手杀掉前世仇人，我只觉一身轻松，念头通达，冷冷的留下一句，转身快步离开，没有人敢挡我的路，纷纷让出一条道，离开人群，我几个冲刺便消失在人群的视野中。我生性孤僻，大一读了17，并没有死党之类的。傍晚18点半，紧急新闻：全国各大地区在神秘极光横扫地球之后，出现了许多畸变成恐怖的怪物，这应该是在极光的影响下，拥有特殊体质的生物才会产生的畸变，请广大的民众们在此期间关好门窗，千万不要出门。随着时间推移，陆续有畸变怪物出现，夏国的官方也反应了过来，立即发布最紧急的新闻。这条夏国官方的新闻一出，立即席卷了各大网络平台。若是没有之前的极光出现，人们绝对不相信。但随着身边陆续有人畸变成怪物，各种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末世要来了吗？末世来临，物资最重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囤物资啊！该死啊！末世真的来了！我亲眼看到我爸畸变成怪物，我现在躲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一声，怎么办？夏国14亿人口都慌了，各种超市人山人海，疯抢各种粮食、冷冻食物等。全国各大城市中，随处可见人们恐慌绝望的大吼，时而可见一头头狰狞的怪物嘶吼着追杀人类，各种尖叫声响彻在一座又一座的繁华城市中。更有一些树木，满树的枝桠叶子瞬间枯黄凋零，然后长出一条又一条带着眼睛的狰狞触须，遇到路过的人类直接缠住吞噬。真正的灾变来临了。